有一次，我回了娘家，但是没跟他打招呼，就在娘家住了一晚上。回来以后，他说，既然嫁到了夫家，就不能在外面过夜。那第二次，是我刚生完劲草，那时候孩子小，我给他喂奶呢，喂了急了点儿，就呛着了，他就吐了。他说带个孩子都带不好。再后来就是有一次，我们带着劲草回我公公婆婆家，那个时候劲草已经上小学了，那时候是孩子最淘气的时候。他淘气，我就说了他，但我婆婆不干，她就护着孙子嘛。当时我也年轻，我就回了句嘴。她说，一个女人做了媳妇儿，不能这么跟婆婆说话。最严重的一次，是当事人的儿子在初中住校期间，被告说要锻炼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，要减少他的生活费，免得他吃零食浪费。我的当事人看见孩子日渐消瘦，因为心疼孩子，就偷偷地给孩子送去了吃的，以及送去了钱。结果被告发现后，他骂我的当事人溺爱孩子，说惯子如杀子。我当事人反驳说，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怎么能让他吃不饱饭呢？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父母呢？被告气急败坏的踹了当事人一脚。尊敬的审判长，在被告与当事人长达36年的婚姻当中，我的当事人因为想要维系家庭和睦，保护孩子，忍辱负重，期望着被告能够有一天良心发现，有所改变。可是没有想到，已经是当了爷爷的被告，竟然变本加厉的，当着儿子与儿子前妻的面，公然对我的当事人施暴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本庭认为，由于被告的恶劣行径，他与原告的婚姻难以维系，原告的诉讼请求合情合理。为了不浪费国家司法资源，我建议被告接受调解，接受原告的诉求。被告听清楚了吗？我不同意离婚。婚姻不是儿戏，谁家没有矛盾啊？勺碰碗，碗碰锅，这不正常吗？别因为一点破事闹离婚，这社会不就乱了？张山亚也跟着学，我不惯着。是，以前我是打过他，你们该拘拘，该判判，我认。但是我不同意离婚。被告请注意，现在是原告起诉要求离婚，如本庭认为原告理由充分合理，即使你不同意，本庭也可以依法判决。被告听清楚了吗？你们硬判离也行，但是朱家的财产不能动。好好的一个家，让你们给拆了；好好的一个家给毁了。既然如此，想走的我不拦着，但是朱家的财产不能动。你别从朱家这个门出去了，又把朱家的房带走，不行。阿姨，一般第一次开庭都不会有什么结果的，但是只要我们明确表达了我们的诉求，这就是一个好的开始。我知道。儿子，妈给你丢人了。对不起，妈，这么多年，
我只在乎我那个小家庭，从来都没有真的关心过你。我不知道原来你受了那么多委屈，吃了那么多苦。儿子，只要你好好的，你们一家3口好好的，你们能过好你们的小日子，妈就是吃再多的苦，受再多的委屈，妈都觉得值。道歉，给我妈道歉。我要是不呢？儿子，你让开吧，他是你爸。道歉。想打老子？打吧，告都告了，不差那一下。这么多年了，我妈都听你的。如果你还有点良心，离婚，就当这辈子还做过一件好事。哎，金草，这是法院，注意一下。走走走，那我们走。哥哥奶奶，我煮了点粥，你多少吃一点。妈，你都2天没吃东西了，再这样下去身体会垮的。可可在卧室不肯出来，他说奶奶不吃，他也不吃。我吃不下。这些年呐，咱们家有了些变化。你们在上海结了婚，有了可可。那个时候，你爸就跟我说你去上海提前退休照顾可可去吧。上海呀，保姆太贵了，照顾孩子也照顾不周到、不仔细，所以我就去了上海。我尽力的照顾可可，照顾你们这个小家。对，我给你们看看吧。这是我收拾东西的时候，这2天才看见他的体检报告。这3年吧，他的血压、血脂越来越高。那上面医嘱说，让他定期去医院检查治疗。没有人提醒他。也没有人关心他。我每次打电话问他，他都说我挺好的，没事儿，你们放心。我没有想到会这么突然。离婚就是导火索。当时说离婚吧，没敢告诉你们。一是觉得你说这么大岁数了，我们再说离婚，让你们俩觉得很丢人。第二吧，我是想我离婚，我不能离开这个家，我是这么想好了的。我都跟他过了一辈子了，我还能去哪儿呢？那天从法院出来，他把家里他攒的73000块钱都拿出来了，7万自己再留了3000。我是没有办法呀。你们有矛盾，我觉得都是从那个你们买的小房子开始的。那个时候你们说要把房子卖了，换个大房子，
是我把你爸从老家叫到你们那儿去的。从此以后，家里就鸡飞狗跳的，没过过一天安生日子。我才是那个罪魁祸首，所以我想怎么办呢？那只有换了那个大房子，这问题才能解决呀。但你爸他不同意，你父母呢又不肯让步，所以我就想，我离婚吧。只有离婚，上海的那个房子我才能分到一半。你们交首付不太够啊。我当时还想要是你父母还能帮你们一下，交个首付，这大房子不就换了吗？你们一家三口就能好好的过你们的小日子。今天我妈说的每一句话，每一个字，都像刀子一样扎在我心上。没想到我妈原来都是为了我。我太不孝顺了，除了带给他们麻烦和痛苦，这辈子没有认真的为他们做过一件事儿。我的生活不该是这个样子的。我做了那么多妥协，那么多忍让。只想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，但为什么那么难呢？金草，你别太自责了。应该自责的人是我。我以前太任性，太不懂事儿，都是被你宠坏了。如果我能多一点忍让，多一点耐心，我们两家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隔阂。我们的父母为我们这个小家倾其所有，付出了他们的精力和爱。如果我们不幸福，那才是他们最大的遗憾。金草，我们复婚吧。